大家好，我是阿胖。平时我们炸丸子都是直接加水和面，这样做出的丸子不是吸油，就是在炸的过程中丸子会爆开。再或者丸子表皮不够焦香，内层不够柔软，或者吃的时候又不够劲道。其实炸丸子很简单的，只需要注意一点，就能够把以上问题全部避免掉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炸丸子技巧，丸子即使放上2天，吃的时候也是焦香的，既可以干吃酥脆焦香劲道，还可以做成丸子汤，酸辣开胃去油腻。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在煮锅里面放上100克红薯粉条，向里面加入清水，水的用量能够没过粉条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然后开大火，把水烧至45度左右。像这样用手去触碰，水温明显烫手，这个程度就行了。然后关火，盖上盖子，把红薯粉条泡发，大约泡上20分钟左右。粉条用手轻轻一掐就能够掐断，泡发到这种程度就行了。然后把粉条倒在漏篮里，再用流动的清水把粉条表面上的灰尘冲洗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，倒入一个大盆中。接下来用切面刀直接在大盆中操作，这样可以避免粉条在切碎的过程中四处碰见。把粉条剁成像这样1到2厘米的长度就行了。如果喜欢吃姜，还可以加一块老姜进去增香。不喜欢吃姜就不用加了。最好不要加大葱，大葱在炸的过程中会炸黑，影响卖相。然后把姜拉成姜末，放入粉条里。现在向里面加入2勺13香，如果不喜欢可以加入五香粉，如果还不喜欢也可以不加。再加入2到3勺食用盐，最后向里面加入600克的普通面粉。接着用筷子把所有食材充分搅拌均匀。在搅的过程中，如果遇到大面疙瘩，可以顺势用手把它捏开。搅拌至没有干面粉颗粒就行了，然后先放一边。这个时候再开大火烧一锅开水，烧到水完全沸腾，把溶解在里面的空气赶出去。不要关火一直烧，然后用勺子舀上一勺，趁着滚烫的热乎劲儿倒在面盆里，边倒边用筷子搅拌。水一直烧着，保持沸腾的状态。把面粉烫成像老酸奶不流动的状态，这样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起锅热油了。油我们最好用花生油或者是菜籽油等耐高温的食用油，像橄榄油、葵花籽油这些油不能够耐高温，最好不要用。油温升到70%热，转小火，下面开始挤丸子，在虎口处挤出来，用一个长一点的勺子送到油锅里。挤丸子时不要挤太大，太大不好熟，挤成像中等葡萄那般大就可以了。看下，炸的过程中没有四处溅油，因为开水里面的空气已经被赶出来了，就不会高温迅速膨胀炸开了。再准备1碗清水，手上面糊沾得比较多时，可以放进去清洗一下。再接着挤丸子，这样的丸子挤出来，形状会非常漂亮，个个都是圆溜溜的。炸好后就像圆溜溜的金珠子一样。炸至定型，用筷子轻轻推散开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开小火慢慢炸，不要心急。炸至丸子里面熟透，慢慢开始上色，也就7、8分钟的时间。哇，太漂亮了，已经上色了。炸至丸子金黄，碰击时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就可以用漏勺控油捞出来了。接着把捞出的丸子放到吸油纸上。看下，这样炸出的丸子不仅颜色漂亮，形状圆溜溜的，捏起来你会明显感觉到里面是中空的，非常的松软。咬上一口再看一看就知道了，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大气孔，吃的时候表皮焦香，内层柔软。
下面顺带分享一个好喝的丸子汤。先把葱姜蒜用少许食用油爆香，爆香后根据家中人口数量加入清水，我这里加了1码瓢半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烧开。烧开后，先向里面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再加入2大勺的白醋进来，醋一定要多加，做成酸酸的才会更好喝。再加入1小勺盐，一点鸡汁调味，最后加点香菜梗，烫出里面的香味，就可以用勺子把汤盛出来了。直接把汤装入到汤盆里，就不需要再加其他调料了，简单调个味就已经很好喝了。接着把炸好的丸子放进来，吃多少加多少，不要一次性加太多，吃完可以再加。最后加点香菜叶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赶紧喝，一定要赶紧喝哦，因为喝慢了你会喝不到，再者喝慢了丸子就不焦香了。听听这声音，简直是太焦香了！这样炸出的粉条丸子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别看是油炸的，一点都不吸油。我都没忍住，一下子吃了好多好多，太好吃了。每年过年，在我们河南豫东这边，大部分会炸粉条丸子的都会炸上一些，用来做焦丸子汤，特别好喝。这道汤也是待客的最后一道汤，俗称滚蛋汤。前面吃了好多大鱼大肉，最后在快散席的时候来上一道酸辣开胃、焦香的丸子汤，别提多舒服了。今天分享的粉条焦丸子，这样做出来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，有时间再试试。我是阿胖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